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我是马上修马老师。今天我们是讲到个人理财的课程里面第11课，学习买到最划算的东西。圣经上面箴言第11章第11节讲到，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义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那到底什么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呢？其实货真价实就是你不会付钱付多过你该付的，在一个产品上面。那在我的经历当中呢，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马牧师啊，基督徒应不应该去杀价呢？有些传道人说，基督徒不应该杀价。但是其实老实说了，如果那个老板愿意卖给你你所开的价格，表示说他有赚了，只是少赚一点，或者是别人赚那边只是在你这边赔一点而已。 OK， 所以的话，只要老板愿意卖你那个价格的话，你就没有做亏心事了。OK， 好，就是那么简单。如果你说基督徒不应该杀价的话，那基督徒就是一个比较不大会管理的这个神所赐的钱财哈。那讲到这里，有一次我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就是有一天我跟我一家人，我太太跟我说，她的哥哥告诉她，在台北市在某某的餐厅里面，他们卖出全台湾最好吃的牛肉面。那我说真的最好吃的，他讲的时候我口水就流出来了，你知道吗？结果后来我们就查询之下知道他地址在哪里，我们就跑去那里，就去吃叫尝试一下全台湾最好吃的牛肉面。我讲的这个口水就流出来了。 OK 结果去那边我看看他那个装饰也非常的朴素，不是很豪华。那上面有没有讲什么普通的面店的话，牛肉面多少钱，什么面多少钱，牛筋面多少钱，这个什么鸡腿饭多少钱？他这个餐厅没有写出这个价格哈，所以我在想，照理来说也不应该会很夸张嘛，就一进去就说，老板，给我那2碗那种这个最好吃的那种牛肉面，就是你煮1个月熬1个月的那种牛肉面了。然后2碗普通的牛肉面就是给我孩子的，那应该是便宜一点的。就是他就说好，马上来。我就坐那边，我就跟我太太说，哇，真是想尝试一下这种牛肉面到底熬1个月的这个味道跟这个平常牛肉面有什么差别。就后来呢，他的生意不是很好了，所以老板就坐下来就跟我们边吃饭边聊天。他说他国外留学，然后回到台湾来也开这个面，就讲一半，我就说，老板长，到底你这碗面多少钱啊？他说480块。我当时面已经吃了一半了，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我说我马上看着我太太，好像你又把我拉进什么东西里面。 OK， 我差点把这个面都全部，如果能够全部吐出来还给他，但是没办法吃下去了。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那个熬了一个月的面跟普通的面好像味道也差不多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后来从此之后，我不敢再去吃那种面了，不知道它还存不存在。但是 OK， 但是要先问价钱。 OK， 先问价钱。当然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值得的，那么好吃，480块。 OK， 在美国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年轻人竟然在报纸上面看到有一个92块美金的保时捷。你知道保时捷跑车是德国跑车，是那个男人中的梦想的哇，好帅的跑车。那个先生一看92块买一台保时捷，大概是玩具车吧，他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到底这是不是真的还是开玩笑？这个太太就对对方是个妻子，他就说了，我的老公是个公司的总裁，现在正跟他的秘书
在这个某某地方度假，我准备跟他离婚，所以我就拿我老公的保时捷，值几百万上千万的保时捷，便宜的92块美金卖掉它，给他一种惩罚。这个年轻人当然是跑过去，就用92块买了一台保时捷，还是红色的。OK，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听了这个新闻之后，我每天都在看报纸，看有没有另外一个妻子要整她老公。所以买到货真价实的方法，这里有15种方法可以买到货真价实的。第一个有一个步骤了哈，第一个就是以你需要花的时间才能赚得的来衡量金钱。换句话来说，比如说你请人出去，一家人出去吃饭900块，如果你每一个小时赚300块的话，你需要花多少小时来赚回来呢？其实不单只是3小时其实要超过3小时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赚回来。OK，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金钱的价值有多少。有些时候有投资人他们认为几百万可以赚大一笔，但是你知道几百万情况下，如果平常的上班族每一个月他要储蓄3万块，他要在6年半之后才能够储蓄到280万。OK， 换句话，如果你投资错误的话，亏了300万，等于说你白活7年。OK， 所以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的行为，真的要好好的衡量一下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OK，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将要买的东西与其他的东西来比较。OK， 太过专注要买的产品，却没有想到别的东西。OK， 比如说我们需要买一辆50万的车子，但你可以用25万或30万买同样的车子，因此的话，可以把剩下来的钱放在银行里面储蓄。OK， 所以的话，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希望买好的、穿好的。其实神的方法，我发现是先苦后甜。那撒旦的方式要先甜后苦，先买好的，先享受，那后面的话再说。但是通常这个再说一下来就灾难的无穷。OK， 好。第3种方式的话，就是看看省下来的几%，而不是省多少钱。那有一个商人他是个百万富翁，他就在谈论有关于他如何省小钱的这些故事。OK， 他说买一罐汤，有2种不同的汤，但是其实味道都差不多的，一个是10块钱，一个是8块钱，他选择8块钱那个。OK， 那这是在这个同样的等级状况之下了不是一个好公司一个烂公司，那当然是买个好公司比较有保障，尤其是在台湾我们这个社会当中但是的话，如果其实同等级的同样的产品，一个便宜一点的话，他买便宜一点。他说为什么一个大富翁竟然在算那个小钱？我还记得听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大公司的这个创办人是个总裁，他就在旅馆里面，他的女儿就准备打开那个冰箱，旅馆里面的冰箱，拿那个可乐来喝。他就跟他说了，女儿，他说这一个可乐是比外面要贵到1-2倍的，你只要过楼下过个马路去 7-Eleven 就买同样的可乐，但是的话，这个价钱会比较低一点。那你说哇，这个有钱人在这个省小钱干什么？他说这个不是省钱的多少，而是你要算它有多少%。OK， 所以的话，20%，你买一个罐头10块钱，8块钱的，跟一个10块钱，你选8块钱，你少20%，联行的利率都没有那么好。OK， 所以的话，它是习惯性的。我就发现，人在小事上面忠心的话，在大事上面如何超却、如何管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像比如说，我认识有一个人，他在小事上面觉得，哎呀，这个小钱啦，就后来他开公司的时候，他认为，哎，这个是小钱啦，这个小钱已经是几千万了，你知道吗？听起来好像很小，多少%，但是的话，其实实质的数字是非常庞大，他就却忽略了，因为他这样子没有注重这种细节，他每年都在亏损。OK， 好，这个是第3个原则那第4个原则呢，就是把钱直接存进银行里面去。OK， 一赚钱立刻把钱放到银行里面去。
大部分的年轻人有可能是赚了钱拿到口袋里面就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左。我认识有一个人，他每一年哦，他真是赚的蛮多的钱哈、哦，但是的话他就身上带了钱，然后买这个买那个，买吃这个吃那个，就后来吃到最后都吃光了。他工作了10年，应该拥有很多。有一天，他的老板就跟他说：“哎，年轻人啊，你每一年在我这里赚钱赚了那么多，你买了房子吗？”他说：“没有啊，哪够钱买啊？”他说：“你买了车子吗？”“没有啊，哪够钱买啊？”他说：“啊，哪够钱买？你在我这边赚了那么多的钱，你竟然那个年轻人说啊，我在你这边有赚那么多钱吗 ？”OK，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没有做好记录，因此赚了多，他这个左花一点右花一点，全部花光了。却不知道，所以我鼓励年轻人一赚钱立刻放进银行里面，而且第5个原则就是身上要少带现金。如果你习惯花钱的话，少带现金，为什么呢？如果你需要买什么东西，你把钱放在比较难拿的地方的话，比如说你要看看这个东西，哇，好想买，好想买。结果后来你就想，必须要去领钱才能买，或者是需要拿钱才能买。你离开那个商店，有可能一出这个商店，你就想想看。那东西其实我也不需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冲动性的就购物，而不是真的知道需要什么东西。好，第6点呢，购物以前最好先知道要买什么东西。换句话来说，拿一张纸拿支笔，你需要什么东西在家里面先写好。我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逛街嘛，逛大街，然后看看左看看右，好像需要这个，好像需要那个，然后在这个人推销你啊，好像觉得需要这个啊，这个那个，你这样子的话会买多过你所需要的，超过了。我记得我在家里面，我买了一大堆那些。我去了百货公司，那些人就会带了一个那个麦克，然后就在那里老徐说，我看到这个我好会讲，你知道他们的那种讲话的那种技术真是一流啊，他们应该是当宣教师，OK， 哇，他很会说说服我，就哇，看那个笼子进来那个打那个什么那个果汁机有那么多功能哦，可以看看他马动作好快啊，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这个，这，我就哇，回家的话我一定是。吃得很好，会很有营养嘛，所以我就买回家去。就后来你知道，买回家里面那个怎么把它扭开，好像就啪一下坏掉 ，OK， 用力过度，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就买超过我们所需，就所以在家里面先写好要买什么东西。OK， 好，第7点的话，注意你购物的东西，而不是你存款里面的存。我看看第七点哈。注意要买的产品，而不是在于银行里面还有多少钱。有很多人的话，他们会心里面想，哇，我有银行里面，我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还有多少钱剩下来？我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OK？ 比如说你这个你这个银行里面有100万，买了一个东西10万块的东西，你还剩90万，这个会导致一个人不调查市场就下定决心去买，所以你很容易就把钱一下就花光了。OK， 弟兄姐妹，赚钱容易啊，就花钱容易，但是这个省钱很难，所以真的要好好的这个想一想，不要以这种态度。OK， 好，先做调查。好，第8了，先看价钱，然后再看产品。买到货真价实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在情绪上面被产品所吸引着，而没有先分辨是否买得起。广告使人有一种强烈购物的欲望，所以我们要先看价钱，然后再看产品。杂志寄去你家，一打开这个杂志，你会先看这个产品呢，还会先看这个价钱？如果你是先看产品的话，你看好喜欢啊，然后因为很喜欢，一看到价格，你就开始就想了，我是值得的，或者是你在想有什么办法呢？你就会开始想办法了哈，借钱啊、贷款啊，去买到你所想要了。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你最需要的。如果你今天一开始一打开一看是这个钱的价格，你就这个价钱，然后再看看这个产品，虽然是很好看，但是你先有个自制能力，所以先习惯性先看价钱，再看产品。OK。好，第9个项目呢，决定要知道全部的价钱。OK， 全部的价钱总价多少？很多时候像一个买房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买房子呢，他们说
现在只头期款多少钱，然后呢每个月多少钱，你只要花个10分钟，用个计算机敲一敲，你就知道你所买的房子总价你要付出多少钱。不要想说你现在薪水多少，你付不付得起，但是要想想看总价额从你口袋里面会掏出多少钱来。 OK，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某某保险公司在打电话来在卖保险，结果我太太听了之后呢，她说哦5年之后有红利，然后给你多少钱，然后10年之后怎么样，20年之后怎么样，让我跟我太太说她讲得很好听，但是我们来证实一下她讲的是不是对的。我就用计算机，弟兄姐妹，我的数学不是学的很多，但是的话，要我掏腰包出来的话，我是哇，真是手，我就立刻就拿个计算机出来按几下，你知道吗？我按出的价钱，如果今天我把我所给他那种保险的费用自己存在我另外一个户头里面，到最后我会得超越1/3他答应所给我的金钱。惊人吧 ？OK， 我太太从厕所里面开始跳出来说：“哇哦，怎么差那么多？”她答应我所付出到25年、30年之后，给回我的承诺少了我自己摆在银行里面的1/3。所以换句话来说，我自己拿这个钱放在银行给我自己，好过把这个钱给他。OK， 好，所以弟兄姐妹，只要自己用计算机先算一下，了解这个总价多少。OK， 好，第10了，买大量的包装东西，找出它的单价有多少。通常来说，买多一点的话，都可以打个折扣嘛。OK， 好，到最后了还有这是最后的11题啊，结账时候要预先算好总价。OK， 我还记得有些时候啊。我们去在商店里面啊，他们会算错钱啊，吃东西他们算错钱啊。那你在那里，如果你收入是2、3万、3、4万的话，差不多真是每一分每一毛的话，你都要好好的管理哈。OK， 否则的话，你那个月省下来的全部被浪费掉了。那很多时候，也就是收银的人呢，一天工作下来呢很疲倦啊，他会打错一个0啊，打多一个0，或者是 OK， 这方面请大家注意一下。OK， 第12题呢，就是讲到从消费者指南当中查询相关的产品。好，在杀价以前的话，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产品多少钱。值多少钱？因此你才有讨价还价的空间。OK， 所以的话，消费者指南这点书本帮助我们可以买到划算的东西，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一类的书籍将产品的优点跟缺点限制性来列出来，使你在做一个明智的决定上面，之前对产品有一个好的了解。OK， 这些东西可以在图书馆或者是一些这些相关的店里面可以买的这种书本。你应该在采购以前预备了一些的问题问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当你跟这个售货人员提出来的时候，你可以预先要做准备。OK， 第13题的话，写下问题与答案。OK， 那先看消费者杂志写下其他的消费者的意见跟批评。OK， 当你请教这个推销人员的时候，你就不会被骗。所以的话，你先做好功课。问这个问推销人员的话，推销人员的话，他们都会，你知道很多人被骗是因为他们不懂不了解，所以买了一些产品是没用的东西 ，OK， 或者是有瑕疵的，所以最好是先询问一下 ，OK。第14题了，询问其他的物主跟修理人员的建议，他们都会免费的告诉你，因为他们他们受害了，他们买了这个东西了，他们感觉到很不幸买了这种东西。所以你要先问问他们，他们会提供免费的答案。OK， 在购买产品之前的话，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真的需要这个产品吗？我买的品质超过我所需要的吗？它能够照它所宣称的运作吗？这个公司肯定会为这个产品来担保吗？会不会马上过时？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机车，那个原价是6万5，结果后来打折给我4万5，
我说哇，赚了2万块，就买了之后第2个月，原来那家店倒掉了，OK， 所以的话，后来我过了几年，这个车子也被淘汰了 ，OK， 因为它汽油的问题关系 ，OK， 排气的关系，所以的话，我就早知道如果预先做好准备的话，可以买一种比较久一点 ，OK， 好，我使用的情形能够证明我购买得当吗？保养起来够经济吗？租用是否更加便宜？或者是我能够避免中间人吗？它会使你看有一次我买一个家里面有一些器材，我就看在店里面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找它的制造厂商在哪里，直接问他们，请问一下你们会不会直接跟我们？有些人愿意，有些人不愿意，会中间你可以减少这样子的费用 ，OK？ 好，它会使这个产品会使你的家庭更加团结，还是会使你的家庭分离？OK， 好，我们就用这种问题，当你每一次购买东西的时候呢，用这些的问题来帮助你做个调查哈。好，第15题呢，就是购买前先问问妻子的意见。我们很多的男人呢，都是去到一个店，比如说我们平常就很少愿意去做这个价格的调查。我们男人都是要买什么东西，先有什么需要，就立刻跑出去要买这个东西来满足这个需要。我们很少去预先去做调查。但是妻子、女性呢，我常常让我的太太也鼓励那些妻子们、女士们出去window shopping， OK， 去这个逛街看一看。其实女性出去逛街是她们在收集资讯 ，OK， 她们是在收集资讯的。因此的话，当丈夫说：“老婆，我需要买什么东西？”她说：“哦，老公，我知道，在某月某日在哪个百货公司会有大减价。那个时候的价格会少很多。”那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6年，他的妻子跟他丈夫说：“老公，我虽然没有在家庭以外工作，但是的话，我帮你节省了很多的金钱。”她丈夫说：“哦，有多少？”他说：“这个太太就说了，老公，在这婚姻的6年当中，每一次你说你要买这个东西，我说等一下，我知道哪里买比较便宜，那个便宜的价格我把它记下来。6年的婚姻当中，我帮你省了150万，哇哦 ，OK， 所以的话，这个省钱就是赚到了 ，OK。好，所以问问看妻子，你要买的东西是不是合适的？那OK， 在我看这里。哇，今天的课程比较短一点，我们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这里有个查明出一些问题买到划算的东西比如说你要油漆你的房子要找一个人来油漆，那找一间公司，或者是用这种相关的方式来做查询。每一次你要做交易的时候，就查问一下贵公司的，比如说你今天是缴油漆的话，其实在台湾的话，你找个油漆人来估个价就搞定了 ，OK。但是的话比如说在国外的话，他们因为这本书是国外引进的所以他在国外的话，他们说他会先做个调查，比如说贵公司在油漆行业有多久的历史啊，你的师傅有多少年的经验啊，你的公司是小包的呢，还是有执照的呢？你的公司最近是否接过前来的工程呢？那让我可以先去看一看呢。你的公司是否将旧的油漆先刮掉，然后清理之后再油新的呢？还是你进来就啪啪啪啪啪就油上去了 ？OK， 你的公司是用哪种油漆啊？是哪种漆是水性还是油性的啊？你的公司所用的油漆品质如何啊？贵公司是保证油漆是好的品质啊？你的公司是否用布遮着地上面，不会搞得乱七八糟啊 ？OK， 这个要查问一下就像比如说用同样的原则应用在妻子怀孕了去看医生呢，护士拿了药物给你了，你知道怀孕的妇女不能够随便吃药。我的太太在我们怀4个孩子当中，有几次她感冒了去了看医生。医生开了一些药就是给孕妇吃的，但是护士却拿错了药。幸好我太太回家，在她怀孕当中的话，她一定回家看一看她手上所要拿的药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她自己看了一下，发现有2次护士拿错药。
如果他没有先查询的话，我告诉你，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有很大的问题了。OK， 好，所以呢，问一下，就是这里有一系列，有16题，如何当你在做买卖的时候，要找出对方公司到底是不是可靠，到底是不是信实的，是不是他们讲一样，你讲另外一样，就鸡同鸭讲一样的。所以这里呢，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的参考。OK，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如果你在上这些课程当中，你觉得很受帮助的话，我真的很鼓励你把这本书在这个培基学院可以购买到800块钱一本。好，所以我深信这个书帮助我在人生当中有很大的突破，在管理金钱方面我觉得钱不是说你要赚多少，而是说你赚了钱之后，你如何要有智慧的来管理。因此这本书教了我们很有智慧的来处理个人的金钱上面。这本书没有教你应该是买哪个股票啊，买哪个上市公司啊会赚钱之类的，这个完全是原则性的。而且我发现这本书讲了很多的大原则、大方向，也在小事上面也教了我们如何在小事上面忠心。因此当神给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个好的管家。OK， 我们今天时间到此为止，欢迎来信，然后问任何的问题，我们下周再见，拜拜。他的世界不错。